大家好，在今天的影片里面呢，我们来介绍如何在 Obsidian 的编辑器里面，来执行多重游标的一个操作。那多重游标的操作，如果熟悉了以后呢，有很多我们从网页里面复制到 Obsidian 里面来的内容呢，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帮它加上编号，或者是项目的符号等等这样子的一个内容。不需要我们人工再一个一个去做修改哈。好，我们先来试验一下哈。我先把我这一篇笔记先进入编辑状态，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要测试的内容呢放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到一个网页里面哈，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网页里面呢有一段的文字，我们要把它给复制下来哈。假设我们这一段文字是要复制到我们笔记里面的哈。好，那我们就标示好以后按复制，再回到 Obsidian 里面以后呢，Ctrl V 把它给贴上来。那你会发现这个项目的编号或是项目的符号其实都已经消失了那如果说这个项目很少的话，当然我们可以自己手动的方法比如说因为它是有顺序的编号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我们看一下右边它就会变成有这个顺序的符号出现那可是如果说这个项目很多的时候呢，这种方法当然就不是就会变成是很繁琐的操作那我们今天就透过 Obsidian 里面的这个多重游标来看看它要怎么操作如果各位可能不是有写程式的经验的话这个多重游标可能很少有机会来操作到。那今天我们就大概简单的讲一下这个多重游标到底是怎么来控制的通常我们在编辑区里面你可以注意到我们其实一开始就会有两个游标，一个是我们移动滑鼠时候的滑鼠的游标，另外一个呢是在输入的地方出现的输入点的游标所以我们通常就有这两个游标。那多重游标呢，就是可以让我们再增加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游标出来。然后到时候增加的从第三个开始以后的游标呢，我们可以让它做一个群体的一个操作。那这样就可以很快达到一个共通性的一个编辑比如说我们这三个通通要加上一点空白这样子的字元然后一次就操作好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多重游标，也就是按下在 Windows 里面按下 Alt， 在 macOS 呢是按下 Option 按下来以后，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游标滑鼠游标呢，其实它就已经变成加号表示说我们有按下来 Alt 但是因为 Alt 会把它的功能表给显示出来所以我们要再按一次 Alt 让这个功能表再消失好，那我们现在就按着 Alt 不要放，往下拉。好，那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呢因为功能表要出来了所以再按一下 Alt。 好，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多标了一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直接用键盘输入你希望一起出现的插入的内容，也就是我们的一点空白。好，然后要结束这个多重游标的状态呢，就是按下 Escape 键，或者是你把你的滑鼠游标呢在任何别的地方呢再 click 一下，就可以脱离多重游标了。那这个就是很简单的多重游标的操作我们再操作一遍就是好我再操作一遍就是Alt 按着然后你可以点一下，再点第二个位置，再点第三个位置，我按了3个 click， 这个方法也可以或者是像我们刚刚第一次用法是 Alt 按着，然后呢用拖拉的方法功能表又出现了 Alt 再按一下好，这个就是好，我们再加用减跟空白好，然后呢在外面随便的地方再 click 一下就可以了那这个多了一行就把它给删掉。那这个就是多重游标的操作方法。那这个有什么方便的地方除了我们做这个项目符号以外呢，另外就是我们有一篇文章里面有多个想要
让它变成是内部连结的时候呢，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法来操作哈。比如说，好，我们现在 Alt 按着哈，我现在要在尼古拉斯卢曼这个地方呢，我要做内部连结，所以我在这边就 click 了一下。然后这个 Zetto Custom 这边呢，我也要有一个内部连结，所以我也在这边 click 一下。然后假设我这个资讯我也要让它有出现这个内部连结哈，所以我这几个地方都要有内部连结。好，Alt 按一下哈，记得。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直接，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多重游标状态了哈，所以我就按2个左括号。好，那你可以看到这个2个左括号就出现了，这个多了，我们等一下再把它删掉。然后接着我们再用 Alt 再按着再到这个结尾的地方呢，再 click 一下，好 ，click 一下，资讯，好，然后呢再按右边的中括号，然后再按 Escape。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做了这个1、2、3这3个的内部连结了哈。那我们再整理一下。那有了这个内部连结以后呢，当然你就可以按 Ctrl 跟 Click 呢，就可以来建立它分别的笔记了哈。那这个就是多重游标的操作的一个简单的介绍。接着我们后面就来介绍2个样式的修改哈，也就是说，在你的笔记的根目录里面呢，会有一个 Obsidian.css 哈。那你把这个 Obsidian.css 打开以后呢，就把我到时候在说明栏里面会附上它的这个内容的连结哈。你把它复制回来以后呢，就贴在你的 Obsidian.css 的最后面。那这样子就有这个我们等一下介绍的这2个样式哈。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项目符号呢，会让它出现有垂直线，这样子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第一层的项目还是第2层的项目它会有一个线路可以很清楚的可以看得到。那第二个就是虽然不是 Markdown 的标准但是有非常多 Markdown 的语法有支援的就是在我们 Markdown 的开头呢，可以附上这个 YAML 的格式那这个 YAML 的格式呢，如果说在被内嵌到我们的笔记里面的时候呢，会破坏我们整个页面看起来显示的样子。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被内嵌进来的这个有 YAML 的这些标签呢，能够全部把它隐藏起来那有这2个样式。然后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实际它显示的样子。我们把刚刚复制进来的这个项目做了一些小调整那我们加进来的第一个这个样式项目符号线条样式的这个结果就是在我们右边就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第一层会有一条线，所以我们透过这个线路这个线条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到底这个是第几层的项目比如说这是第1层项目，这是第2层项目那如果它有第3层的话，一样会有画这个线出来所以这样子比较容易能够观察那这是第一个项目线条的这个样式那第二个是内嵌的这个内容，它的笔记它的 YAML 的档案的格式YAML 的设定呢，把它给全部隐藏起来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边这个内嵌 test.md 这个里面一开始就是一个图我们并不会看到有 YAML 的格式，可是事实上我们在我们的 test 2里面这个右边这个是我们 test 2.md 它这个最上面呢，其实有一串的 YAML 格式那透过我们这个第2个样式的写法呢，就可以把它给整个给隐藏起来我们现在回来看一下好，在这边呢，其实刚刚的这个YAML 的格式其实就通通被隐藏起来，不会出现的好，那我们今天就是主要就是介绍这个多重游标的操作那这个事实上会对我们的整个操作的效率能够有效的提升。那后面这2个样式它的来源我会附在说明栏里面。除了这2个样式以外它其他还有好几个，应该还有6、7个别的样式那各位也可以去看看哪一种样式
可以来方便我们在 Obsidian 里面呢做比较好的一个显示。好，那我们今天就介绍这几个说明到这边，谢谢各位。